国外就是你就像在挑 Tinder 一样，你甚至可以看到大人的照片，你可以看到他家族的病史，你可以看到他爸妈是什么学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不想要这个人是缺钱去给我射几发，然后我还要拿那个真的啦。我取卵，我取一次34颗，我朋友8颗而已。行，我是鲑鱼，青蛙下蛋。因为在4月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子宫内膜癌前病变，所以我们立刻临时换人，就换成我太太去怀。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小花有一次突然的出血。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第一个瞬间我讲不出话，然后我嘴唇是抖的。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之中，那个情绪是非常满跟非常紧的，这个是一定会经历的。当我们看到心跳，看到宝宝已经看得到形状了吗？对，然后看到他小手在挥了，心跳在跳。当你看得到他的存在，他再也不是一个胚胎的时候，开始把心情放在相信这个小朋友。现在是这个小朋友也要一起努力，我们相信他也很努力，他也想要来。你一直都今年经历完欧洲灾难之旅以后，我变得很像是飞行反指标。我虽然没有办法叫自己什么旅游达人，废话，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跟大家做旅行经验分享。首先呢，就是不便险一定要保，再来就是网路一定要可以非常方便迅速的切换。我这次到阿布达比、西班牙和苏格兰，都是一关掉飞航，在飞机上就有当地网路可以马上查询转机需要的资讯，靠的呢就是 Saily eSIM， 不用到一个国家就要再扫一次 QR code，完全让我方便超级多。我一直到大队的飞机 delay， 我要自己卡在马德里一整天，就马上趁我在阿布达比转机的时候，使用 Saily 内建 VPN 切换 IP 位置，赶快查了西班牙当地习惯用的轿车平台、行李寄放，还有安排我在马德里的行程。飞机一落地，听到广播说 Now you can turn off airplane mode， 我就马上关掉飞航，直接连接当地网路。稳定的网路让我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各种紧急突发状况中情绪稳定，游刃有余的冷静处理问题。 Saily eSIM 让你一张 eSIM 全球直接连线，只要安装一次，到不同国家地区都可以一关飞航，直接有网路使用。我自己觉得很贴心的，就是我的流量用到剩一点点的时候， App 会跳出通知提醒你，不怕用到一半突然没有网路。现在前往 saily.com/Peggy saily.com/PEGGY 下载 App 并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Peggy， 立即享有专属 eSIM 方案85折优惠。如果没有使用，也可以在购买日起30天内退费，完全零风险。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记得我要飞到哪里，你们就自己避开哟。我想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冻卵，然后但是我不一定想要老公。OK， 但现在法规是不准你生的。对啊，台湾不准你很爽。我跟你讲，法规就算过了，我不见得看你会不会愿意在台湾生。法规过了之后，单身女性跟我们女伴侣可以在台湾生，便宜好赞。可跟国外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不能选 donor。对，我刚才要讲，因为我记得他们是你可以选学历，对不对？然后选，你说国外吗？对对对，我跟你讲，国外就是你就像在挑 Tinder 一样。你甚至可以看到大人的照片，你可以看到他家族的病史，你可以看到他爸妈是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病史什么都可以，完全可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我不想要这个人是缺钱去给我射几发，然后我还要拿那个真的啦，我是说真的。然后他们也要看 donor， 就是你如果你是个 donor，你也要看自己有没有物美价廉，或者是我的品质有没有最好。我跟你讲，我们在挑 donor 的这整个过程，的确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挑商品一样。donor 自己会想说，那我去做基因检测，然后基因检测有什么？你做300项的、500项的。那如果你愿意做到500项，就一定会更多人愿意挑你嘛？就你这个比较安全。所以有些 donor 他是自己决定我要做300，我要做500，还是我要做200。然后甚至有 donor 会录 audio， 哇，用不用心？还写那个自传，好酷哦！台湾没有这样子，是不是？台湾完全不能让你知道他是谁。在台湾，目前就我所认知的，我不知道法规到底现在修得怎么样。在台湾，你如果要找捐精或捐卵，男女都一样。你只能知道他应该国籍可以知道，因为台湾可能也有外国国籍的来捐嘛。然后跟政府会帮你确定他是一切健康的，他的基因跟你的基因确定是没有任何的隐性带因，然后生下来小朋友不会什么蚕豆症、什么地中海贫血，就这样。你不知道他是原是变，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肤色，不知道他身高体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你现在冻卵了，
单身我还没，但你打是因算嘛？然后你接下来可能不见得会有老公的情况下，你想生这个小孩，对啊，法规过了你可以生，但你愿不愿意冒这个你不知道donor是谁的风险生这个小孩？那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积极，甚至还录语音给你，然后写一个自己的自传，然后介绍自己什么？是他的精子被选到，他会有钱拿吗？当然啦、因为国外的捐精或捐卵都是有钱可以赚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讲捐卵，因为我不知道精子的价格，但捐卵的话，台湾你也可以捐卵，然后你名字上虽然是捐，但是可能是因为台湾在名词上不要让人家有一种商品化的感觉，所以不是卖卵，你还是用捐这个字，可是你可以收到，我记得应该是9万9的营养金台币。所以是你被选中才有？没有，你可以，当然你可以说主动说，我今天突然觉得我还很年轻，我的卵子应该还很多，还很健康，我愿意捐卵。但是当然你要做很多的基因筛检，就是确定你这个人真的就像你去捐血呀，确定你血液上面没有什么问题嘛。所以我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抱歉，你的这个唯一的优点呢，在这个台湾真的是唯一的优点，没有任何帮助了，因为大家看不到你长怎样。我要抱歉了，你没有竞争力，偏强，然后也没有很聪明，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写了。但也没差，因为台湾一样看不到你的缺点，真的吗？完全看不到你是谁啊！对对对，你刚刚讲 OK，所以我们拉回来就是说，今天女生可以捐精9万9，男生我不知道，男生应该比较便宜，我觉得应该几千几万块而已。OK， 然后在台湾你就是这个就是商业行为，国外应该更赚。我记得台湾大概有一段时间，刚好报道者有一篇报道在讲的，就是有台湾的女性经过各种代理商引到了美国去做捐卵。在早期应该比较好的生意的时候，应该可以到20几万一次台币。你就去那边吃住躺在那边，因为当然捐卵会要一点点时间修复。就坐在那边，然后打针。像我现在讲打针有点太轻忽了，等一下我们会聊冻卵这过程有多么的辛苦，让你先提前知道一下。但你这样就20几万，那就住在美国，所以其实在过去有一些台湾女生会做这件事情。那这样是要拿工作签还是拿？这个是好问题哦，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签证是怎么来，但是总之就他们总之代理商会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在国外，你刚回到说那个 donor， 他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么多事情？对，他一定有钱拿，只是精子到底多少，一定显然比较便宜。那他们甚至是说有没有学历好的 donor、基因好的 donor， 会不会比较赚的比较多？这个我不清楚，但每一次看到那个他们自传打开来，然后为什么想要捐精，他们全部都。有点说很好听的话，就说我觉得可以帮助别人生小孩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不要这个脸。Sure。对，但当然啦，我们的确是受到帮助了嘛，就是我们可以挑这么多是还不错的。然后我觉得在挑精子的过程中非常有趣的就是，你知道一句话形容就是付费解锁看更多。哈，什么意思？精子银行它有好几家，有一些只放小孩的照片，就那种婴儿。有一些小孩跟大人各放了6张照片，各3张。对，你说他们的之前的案例啊？不是，就是他 donor 的照片，你可以看到 donor 小孩。对，我觉得应该在很早期的时候 ，donor 应该是不会提供大人照片的，因为他们可能怕回去找爸爸。所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比较怎么讲呢？这个管比较多的精子银行，他们其实只会提供这个 donor 小时候婴儿时期的照片。那就是给我们要买的人参考说，宝宝会长这个样子。然而，因为现在很多精子银行开始会同时间放上大人照片，比较有竞争力吧，然后大家比较看得清楚。之后，我们大家就很明显看到说，哇，为什么一个人在小时候跟大人可以差这么多？真的，外国人不知为何的都变化好大。不是只有外国人，台湾人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人都是，好不好？也是。你没有看很多你国小同学长大都长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都像另一个人所以到后来我们基本上都不太看只有婴儿照片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在想，精子银行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彼此也在竞争。然后我刚刚说付费解锁开更多，他们甚至是你注册账号之后，你有不同等级的付费订阅制。好，我开场，然后呢，我们再聊更多。Welcome back to Pick It for Show's podcast and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已经拿到妈妈手册的 Mindy。嗨，大家好，我看哪一集都可以吧，都可以。但老实说，不是我拿，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到。本来是我要生，对，但后来就不是我，所以是我太太小花。她现在我们大家节目听到当下，应该就是刚满12周，也就是大家3个月，对传统说的可以公布的3个月。对。
好，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敏迪来呢？其实是因为我现在已经33岁了，然后看不出来。I know， 你知道我这次去伦敦，根本人家只是客气讲，我还真的还硬要聊我这一次去伦敦呢，我就吃汉堡，然后里面我会发现哇 ，Five Guys 里面竟然有卖啤酒我就买了啤酒，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以 check 你的 ID 吗？太客套了吧，英国人不可能这么客套。真的，然后我拿给他看，他说哈1993，我说对啊。然后他说哇 ，You look so young 没有，通常这种我就会回说 Because we are Asian 我也是这样讲，我说 That's an Asian thing 没错。然后呢，因为最近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开始一直在叫我要去冻卵哦，真的？对啊，他们是鼓励你这么做，因为他们自己都去了，然后他就说他从光是去年检查的那个卵的数量到今年就掉了很多，没错，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因为他最近开始要吃一些营养品啊，有一些药啊什么来帮助他，就是那个养卵，对，然后他身体就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他也不希望我就是经历到这个，所以他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希望你经历到？那个身体会开始一直长毛我倒没经历到这个部分，每个人不一样，你不用担心。然后我没有意识到你会在意长毛的部分，不是荷尔蒙啦。对，就是他整个人，然后而且肤质也变不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不会啦，你那么漂亮，再 minor 一点点不行，现在那个相机画素都很高，真的那个肤质很重要。然后所以我就发现他都开始长痘痘啊什么的，所以他就跟我说，那你早一点去冻卵。我完全愿意做这件事情，我甚至还在想我要冻不同家啊？你说不要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我不知道我另外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也可以美国也冻，这里也冻。OK， 好，可能关于到后续的程序会比较有弹性。我另外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的。OK， 然后所以我就想，好啊，那我可以冻不同的地方。只是我就发现，冻卵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的法规有点瞎。对我们两种人来说都是蛮瞎的，就是因为敏迪是同性的婚姻，女伴侣，对，然后我是异性，可是我没有老公，我会想要有小孩，那老公不一定要，我可以自己抚养他。I'm good. This is not gonna happen with our law. 为什么呢？我就算我冻卵了，然后我今天想要使用这个卵，我需要我的法律的伴侣对同意我才可以使用这个卵子出来生小孩荒唐吧？超荒唐！为什么？我觉得这很奇怪耶。为什么你不是去限制说你要有怎么样的条件？比如说妈妈本身的条件，对不对？对，健康条件也是，你能不能好好照顾孩子条件也是。心理状态。你看现在那么多虐童案，那么多这些社会案件，你应该要去管的是这个家庭，对，不是管我要。就是我的卵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天啊，这一点都不合理。然后我要花那么多钱去冻这个卵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先不想冻。然后另外一个是台湾是你可以只能放10年，也就是说我要保证我这10年内找得到老公不然我这是觉得蛮困难的，是吗？你的个性可能不是我会觉得我现在觉得认识一个人要认识非常的久，可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让我有这样子的 trauma，所以我会觉得我认识他不够久都还不足以让我很信任这个人。当然然后或者是对他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法规完全不合理。那对你也是，对，你来聊一下对你的影响吧。OK， 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可能别人每个人都认识我或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从2025年的那个时候我就结婚，然后就会想要有小朋友。那我跟我太太当然女伴侣想要有小朋友这件事情，我们在台湾目前法规还没有过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在台湾冻卵，又或是去国外取卵，就像你说的，美国也放一些。对，总之在台湾取卵冻卵这件事情是我们合法的，不是不能做的。然后我们就把卵子输出到国外去，然后所以我们在今年5月，也就是过了将近1年之后，我们终于飞到了美国。那因为在4月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子宫内膜癌前病变，所以我们立刻临时换人，就换成我太太去怀。5月回来，所以我们等于是卵子跟精子结合的这个过程，跟植入到我太太肚子里的这个过程，这2件事情不能在台湾做，我们必须要把这2件事情放到
美国才能做，不只是美国啦，日本、柬埔寨、丹麦都可以。但是总之就是，那我们能不能够怀了之后回来生？当然可以，就你知道一夜情也是可以怀了之后回来生，对，所以等于是我们就是避开这2个动作，其他都在台湾就可以处理了。这就是我觉得很幽默的啊，他们通过了同性婚姻的法案，可是却没有后面嘞，你没有继续对，我同意，后面也是相当复杂，因为它关系到的是生物细胞。不懂。好，生物细胞很简单，卵子就生物细胞。donor 就我们去精子银行买的精子，它也生物细胞。生物细胞其实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的在台湾取的卵要送到国外的时候，头天不麻烦呢，他要怎么样？他要外交部出公文，他要国健署出公文，因为它是个生物细胞，它不是 CD player， 你知道吗？它是谁的卵子？国外的人，美国要接受一个生物细胞来，它会不会是病毒？它会不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年5月冻卵，到今年1月才终于可以送出去？就是它中间太麻烦。这种要找代办吗？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商业的管道，我觉得。OK， 首先，至少美国，我们那时候在选日本或美国，各有利弊。美国当然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完整嘛，所以美国成功案例非常多，但就是很贵。然后再来日本，日本现在有，我不知道日本为什么突然间想要赚这个钱。日本是一个灰色地带哦，就他们对于日本本国女性要求很严格，日本本国女性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在没有另一半的情况下人工生殖，然后可是我们外国人去可以哦，但是会在那个表格上面，首先我要先讲，我不是自己走过这个过程，但听闻的哈，表格上面你要填一个男性的名字，然后他根本不会 check 这个男性的名字是谁。我说那填我爸可不可以？可以，好荒谬。但总之日本现在也是正在可以成为一个选项，那当然相对就便宜很多，那个价格我跟你说。美国我们现在生一胎，假设啦，你一切超顺利的话，在台湾冻卵运出去了，然后在那边植入回来，这样子一个过程最顺利最便宜，我觉得应该120万。OK， 对，那日本 maybe 大概60-70万就可以完成。好，可问题来了，成功率，然后这个当然它是跟生物技术、医疗技术有关。所以可能你在日本要做个2次你才会成功，那其实成本加起来差不多，还是差不多的。就是当然了，每个人因人而异，体质不一样，所以也没有说一定是日本2次才会成功，美国1次就成功，也还是有美国会失败的。只是总之就是在对我们女伴侣来讲，我们当然就知道法规还没有过，然后以及就算法规通过了，对我们而言，至少经济不是我们第一个考量。看得到那个 donor 长什么样子，跟很多的家族病史啊 donor 的个性，那才是我们在意的。所以最终我们也觉得我们老了没时间等法规过，那对啊，就赶快。我现在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想要录这一集，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讨论对于这个事情。我们2个刚刚说到，我们2个的身份都在这个法规里面受限嘛，而又刚好现在台湾在修人工生殖法这边。我们2个其实是在目前为止所有政党里面是有共识说我们可以先通过的，只有第3个就是代理孕母，那个是现在就先脱钩，我们先不讨论，因为代理孕母在台湾对，我觉得那个不要讨论。对，那我问你哦，你觉得一对女伴侣要生小孩，跟一个单身女要生小孩，你觉得在我们目前修法的过程里面，这个社会比较觉得谁可以生小孩？女吗？因为有双薪。没错。双薪倒不至于，但是就的确有2个人。就我们在看这个修法过程里面是说，因为女伴侣虽然我自己经历了，就是长大过程中，大家会觉得社会对我们的印象还是非正常家庭嘛。虽然是家庭，什么叫非正常家庭？2个妈妈2倍的细心呢？这就是 the reason。但你就为什么不要有？因为我们就觉得现在社会大众对于同性伴侣来讲，还是会觉得那因那边那给爸爸跟妈妈哟，对，都是妈妈，对，就是妈妈或妈咪，对，当然，可是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纳闷，但这个我觉得等一下也可以聊，因为就连我太太的妈妈也觉得很多的问号，2个女的要怎么生小孩？对，当然这都我同意，就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观感要面对的。然而没错，在修法的过程里面发现。反而法律认为女伴侣是因为我们是个完整的家庭，我们先不管性别，但我们完整，我们有2个人可以照顾小孩，所以其实在我们说的每个政党的共识里面，我们是被先通过的哦。
就是我们是让他说、好了，你那你 OK 就让他们生，再来才讨论的是单身女性。但我觉得这就是要回到刚刚我讲说，他们要限制的不应该是我有没有合法的老公这件事情，而是这个家庭本身的条件。如果我今天就是经济条件够，我的家庭也很好，钱是另一回事哦。我们家族就是大家都。爱小孩，对，非常会照顾小孩，然后也会给小孩很好的条件，我们会好好的陪他、教育他这些的。为什么不行？对，比起不管小孩、养不起他、乱生一堆的，在他们的眼里，那比较正常才应该生吗？我觉得应该要去判断的是他有没有养育他的条件。老实说，因为我们现在孩子还没生出来嘛，然后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很会养这个小孩。当然，很会养的标准每个人不一样但回归我们自己好了，我自己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爸妈在我11个月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最终是我的姑姑带大的，还有我阿嬷带大的。所以你现在去问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单亲比例是不低的。对啦，同意。我觉得我当然有一点点的幸存者偏差但的确，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家庭成员绝对不会是这个家能不能够好好养育这个小孩的一个部分。然后回到你的议题是，我觉得那个反而不管是家庭成员多少人，有没有那个条件、经济条件可以养小孩，光回到卵子应该要属于女性本人。这才是一个真正在这个议题里面，我觉得很需要被讨论的。为什么我的卵子冻卵冻出来之后，有一个人去帮我做决定，那个是那个男性，而且这个男性可能我们也会，我不知道离婚或者是家庭会触礁，我可以描述一下冻卵过程，让你感受一下。好，我算很幸运的，我的那个所谓的 AMH 值，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还没去测。OK， 他不是你刚刚不是有说你的朋友什么可冻卵的数量你过几个月就降很低？对，那就是你要先测一个 AMH 值，就是你的卵巢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冻卵的时候36岁，我的数值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们在想要的数值是2到5之间，超过太多也不好，超过太多就所谓的多囊，太多表示每一颗都比较没有那么健康。我刚好就介于4.9，就是一个最漂亮的数字。然后所以我取卵，我取一次就取了34颗。你刚才懂那个数字多多？我就是从正常以36，我朋友8颗而已。行，我是不是我那时候都说我是鲑鱼？真的还是爆弹虾？哪来那么多卵啊？青蛙下蛋，我也不知道，我就取一次就30几颗，然后再来，我这个人不怕针，但冻卵的时候要不断打针，然后也因为我的数值漂亮，所以我可以打的针就是好像是长效型，反正那个有点要跟医疗有关的了。所以我只有在冻完卵之后的那几天比较不舒服。那个是不舒服是怎么样？跟大家形容，女生不是卵巢在这里吗？平常大概那个卵巢一颗直径大概2点多公分嘛，我冻完卵，我2颗长到7公分，我有2颗棒球在我的腹腔里面。我那时候形容就是我大概有3天到4天是呈现一个吃到饱的状态 ，always 吃到饱，会不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你就是弯腰站不起来。整个冻卵过程，我真的还算幸运的，我取一次就好。我太太小花，因为她39岁冻卵，然后她的数值也没有我漂亮，所以她取了我4-5次，每一天都在打针。然后你可以想象，1年内全麻了4次，取卵要全麻哦。然后每一次她要打很多的针，然后每次取完卵之后又要休息，然后还要去听医生说啊，这一次只有2颗，那我们下次再努力。然后那个心情，我知道，整个过程男性没有出任何一分力的。我们不要讲钱，不要讲说男性我负责出钱，这个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对，就是今天冻卵这件事情，真的那个苦只有女性自己知道。所以到底为什么那个卵子被取出来了，他另一半那一位男性有拥有权的，人就的想不出道理，他有决定权，这个可不可以生？对，完全我觉得超级不合理，有一种共有财产的概念。什么叫共有？那就是我辛辛苦苦打针挨手术取出来的卵。对啊，而且我为什么不能够就是万一我下一任就对啊，感情总是有分有合啊。你们怎么决定是用谁的卵子？这也非常有趣。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到女伴侣要生小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跟谁姓嘛？我们有大概就几个层次。首先用谁的卵子，再来跟谁姓。那老实说，我们自己以卵子用谁的来讲，我们觉得用健康度。
就是取出来之后，卵子本身你还要跟精子做结合，所以结合之后你还要看它的等级，还要去验它的染色体有没有正常等等的。那等级越高，当然变成就是所谓的活产，就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它的几率是高一点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首先我们想要有性别，先跟大家讲国外是可以知道性别的，国内是当然不合法。你可以选性别吗？可以，国外可以。 Okay. 在美国，我们选择植入的时候是可以知道性别的。你选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觉得我会选女生还是男生？我觉得你选男生我选女生。为什么？真的、啊？对，因为首先我们觉得，当然第一胎不知道怎么顾，那我们又是2个女生，当然觉得顾女生对我们来讲会相较容易。但因为我们会想要生2胎，所以我们觉得第2胎 maybe 可以挑战男生，但我用挑战就并不容易。哇，我看到好几个生男生的妈妈活蹦乱跳，是不是？孩子活蹦乱跳，妈妈整个人好憔悴。那个黑眼圈每次见面都越来越重，我考虑，但卵子用谁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想到的健康程度，但到后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如果大家有经济上的余裕，可以去做基因检测，或者是多去了解家族病史。我不是说我在4月的时候得到，就确定我有子宫内膜的癌前病变嘛？对，我在那一次我才去问我的亲生妈妈那一边，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他们很早离婚，所以我其实跟我的亲生妈妈那边不太熟，但有联络，然后一问之下才发现，我妈妈这边超多妇科的癌症哦，对，包含我表妹才28岁就有什么子宫颈癌前病变，那我自己也是，所以到后来我们就决定，虽然我的卵子很多，然后对我刚刚正想问你，你卵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要是拿你的卵放到他身体就好了？没错，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对不对？但因为我们第一胎想要女生，而又因为我的家族病史里面女性的妇科的癌症很多，所以我们就考量是女生的话用她的卵子，男生的话用我的。所以因为第一胎那就他，然后就往下一步走了哦。我说女伴侣，我们其实除了外界的眼光之外，我们自己家人也是要想办法说服。小花她妈妈就是对于我们结婚到对于我们要生小孩都是一片茫然，就是为什么女生跟女生可以结婚，为什么女生跟女生可以生小孩？然后我们就在讨论是说，那这个第一胎如果是小花怀，首先从她肚子里蹦出来，那妈妈比较能接受嘛。第二是那要跟他们家姓，就是有一种让妈妈安心的感觉。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他妈妈是一个很传统家庭，就是因为他们家爸爸比较早过世，所以就如果说可以用爸爸的姓，那妈妈可能会心里觉得对爸爸比较有交代。总之我们自己当然考量了非常多。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角度讲，他们不会希望男生再跟他们姓吗？倒不会耶，我觉得他们倒也不是什么很传统接待的那种传统家庭，就只是说这个孩子是从小花的肚子里生出来的，那我觉得跟他们家姓很合理。我刚刚讲男生其实也不是想传宗接代的事情，是在想安全。我觉得女生的危险好多，然后我自己像我现在很想要出去独旅嘛，我现在花最多钱的反而不是飞机，都是饭店。我饭店都一定会愿意住很贵，然后在好的地方的，不要在乱的区域，对不对？我不太敢住那种稍微偏僻一点的 Airbnb 啊，或者什么，因为楼下你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人在4周给你叫救命可是你在饭店里至少是一个有管理的，你随时有问题赶快打下去。同意，我们那个时候在决定要女生的时候，当然也有就是安全上的考量。我其实回到说为什么要第一胎跟小花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家不在意谁的卵子，然后也不在意性别，我们家其实就是爱小孩的家庭。那有这个小朋友当然就很快乐，而且我爸妈完全不管我的，就是我的人生要怎么过，他们觉得是我自己快乐就好。但是我跟我妈说我们想要花这笔钱生小孩的时候，我妈其实她是担心的，然后她的担心是她觉得这个世代对养小孩并不友善。怎么说？他觉得跟他们早期来说并不友善，早期算是相对怎么讲呢？单纯吗？现在又有诈骗，然后又有什么毒奶粉，虽然毒奶粉已经好久以前，而且不是我们这边，但就是什么虐童，对你刚刚有提到，对，现在显然好像各种的犯罪被看见的几率更大，所以长辈就会觉得现在对于养小孩是不友善的。那个有不友善，不是指金钱。我妈其实一开始是有点担心的，那我就会跟她说，但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好好照顾这小朋友跟保护这个小朋友。而又再加上什么，其实男性并不会显得比较安全。最近不是很多偷拍，
然后我有就是那种针口摄影机偷拍。刚好我有个朋友，他是北医大的老师，他们北医大也出了一件事情，然后他也被偷拍到了，我陪他去警察局。男生还是女生？女生。OK。然后我就在我的限动里面说，哇，这个女生其实很辛苦啊，然后而且在那种学校的场域，其实教职员或者是行政人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人私讯我，他说明迪，我也是教职员，然后我最近刚处理了一个案件，我也觉得好无奈哦。然后我说，哦，对啊，这个女生真的是很辛苦。他说没有，他们处理的是男生拍男生。就你当今天一个男性进到一个男厕，没有人会觉得有异状啊。所以其实你说生女生，当然安全性，如果我们以打架来讲，那个力量当然不赢男生，但实际上男生也不见得说100%就是安全无虞的。所以我觉得在挑男生或女生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单纯是觉得我们心里觉得女生可爱，然后用姓氏的话，就是同时间评估双方家长的在意性，然后但最后我们其实现在有取个非常好的平衡，就是小花现在怀的是她卵子的小孩，那就跟她姓。那如果我们觉得 OK 了，想要有第二胎，那个时候假设我已经治好了，我其实还可以怀孕的，还有一段时间。OK， 那我就去怀我的，就跟我姓。然后我想说，姐弟不同姓有什么问题吗？老实说，好像也不太会有。还好啊，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对，就是跟妈妈跟爸爸不同的姓。对，我们当然其实最一开始，其实最在意的是，他今天首先他两个妈妈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相对的接受度，你说不会到排斥程度了啦。但小朋友是混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先不要讲大人，大人还懂事，你知道，懂讲话，懂场面。但是小朋友会不会童言童语说哇你长得跟大家不一样？我们其实一开始有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挑donor 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希望挑有亚洲混血的，就至少不会完完全全生出来小孩金发碧眼。但到后来我们发现，你知道混血人米克斯比较坚强是有其道理的，就是怎么说？你知道？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是亚洲人，然后我们测出来的基因跟真正亚洲的 donor， 我们大概很常会碰到一样的隐性基因，就是什么听障啊、贫血啦，然后蚕豆症啊。所以实际上，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人有没有人家里小朋友是可能听觉稍微有点问题的。其实大家，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完全不要自责。你知道亚洲人，我们台湾人好了，每11个人有听障的隐性基因，真的啊，超高所以这很容易就斗在一起。其实我们挑了好几个有亚洲混血的 donor， 然后最后都是因为基因重叠筛掉了，最终只好选一个完完全全外国人。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人也有隐性基因，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有，他们两个人结婚一起生小孩，就很容易 activate 这个问题。对，他就 maybe 有50% 的几率。哇！但当然程度不一嘛，有些人听障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点点。因为大部分的异性恋夫妇不会去查这个东西啊，你不会因为我跟你结婚，然后我们两个有某个比如说听障基因，然后我们就不生我们的小孩吧？不至于。所以有些家长还是会怀上了，然后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陪着小孩度过。除非是这种非常严重的罕见疾病，你真的觉得孩子会痛苦一辈子的，才会做所谓的引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挑精子卵子，然后跟谁姓，跟用谁的肚子生谁的小孩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它是一个动态调整，它不会说我们在决定我们要小孩了，我们要开始冻卵的时候就全部决定好，不可能。这些精子卵子不会让你好好的安排。你看，我都觉得我已经是个天选之人，我取超多卵，然后真的是鲑鱼。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关我的子宫出了问题，谁知道？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发生的那个，因为你有跟我讲说，那个其实是你平常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不会检查到的一个项目，对不对？对，你平常健康检查你会做到什么类型？你会做到子宫或卵巢吗？一般就是那个膜片，对，子宫颈，女性的妇科有卵巢有可能癌症，子宫颈有可能癌症，还有乳房摄影，乳房摄影好痛，你有做过吗？还没有，可是我有安排要去做。我跟你说，人生大惊奇，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做乳房摄影的时候，胸部不大也痛啊。胸部不大也痛吗？我觉得痛是因为它一定不管大小，它把你压到，你知道像汉堡肉一样。那个时候突然聊乳房摄影哈，乳房摄影就是你可以想象上下2片透明板，你要把你的胸部搬上去，然后还没开始，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塑胶板，你要把你的奶弹上去。对，然后呢，
还有人帮你摊，他怕你夹不紧，他会帮你这样，然后他帮你一直敲奶，然后再来上面那一片就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都是透明的，然后你的姿势是抱着那个机器嘛，所以呢，我就是眼角余光看到，上面那一块有个刻度，这样，就是由内到外的刻度，一路从1、2、3、4、5、6、7、8、9，我想说，怎么可能有人的胸部可以被压到9？然后当我还抱着迟疑跟难以置信的想法的时候，他就开始挤压我的奶，然后我的奶就从一个正常的半圆体变成一个汉堡肉之后，哇，我有到6我觉得人生新体验，但痛爆！天啊！我乳房摄影完再跟你分享我的被压到几。OK， 好，但乳房摄影的确它是一个妇科的疾病，所以而且乳癌是一个女性蛮大的，就是癌症的案子的那个是，而且乳癌最常见的那个 symptom 就是没有 symptom， 对，我跟症状，没错，子宫颈抹片，它只能验到子宫颈癌。他验不到卵巢癌，他也验不到我的子宫内膜癌。那所以一般的人，你不会没事去看妇科，也不会没事去照子宫镜。我印象应该是，就算是那种2、3万的健康检查，应该也不会包到子宫镜。我真的是因为要生小孩了，然后生小孩里面最后一关就是我们看一下子宫平不平整，小朋友植入之后才好睡觉，睡在那个房间里面，最后一关才发现的。但当然。我这边也有我的问题，就是在过去我曾经有非经期的出血，我没有去留意，就是我会觉得那还好吧，又不会痛，然后我都是重训结束之后稍微出血应该就是压迫而已吧？你该不会你现在在思考该不会有？我现在在想有没有啊？没有，你不要吓死人不是因为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等一下我会不会有，只是我没有，因为我很。就是你会很焦虑，过度焦虑。我超级容易焦虑。也是不用到焦虑，检查就好。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是，首先我的是癌前病变，还没到癌症，但是我好像有30% 的几率放着在2年就变癌症。然后第二，这个子宫内膜癌相当幸运的是，它是所谓人类目前为止好像3个不会死的癌症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甲状腺癌，就是它可被治愈。那我们的被治愈很简单，子宫拿掉。它只要没有变成癌，然后只要没有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你整个子宫拿掉，它的病灶都拿掉了，我就没有任何事情了。那当然，在看诊的过程中，我都有不断的跟医生说，我还想要生育。那也很幸运的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所谓的可被逆转的。我只要不断的吃药，3到6个月，如果我逆转了，我就会有一个黄金植入期。有副作用吗？副作用呢，就是变胖。我这个病实在是太令人生气了。你不是本来这样吗？什么病？不是，你说什么？你有变？这位女性，我跟你讲，会伤害你现在都是女性，讲的什么话？你有变胖吗？我变胖啊！我跟你说，这个病实在是太令人生气了。我会生这个病，当然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基因问题嘛。第二是压力太大，所以如果大家有压力太大的女性。怎样？你压力很大吗？压力很大，你看不出来啊！你看起来相当快乐，但的确这样子就是压力很大的人通常都看不出来哈。我跟你讲，真的压力大的人很少会把他的压力，对对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你知道，人类女性我们在处理压力跟照顾子宫的那个荷尔蒙的原料是同样的。那当我们今天长期处在工作压力的时候，那个原料会优先供应那边，因为他觉得你快死掉了，所以那个原料就不会去照顾你的子宫。所以我就是长期的在处于压力的状态下面。但还有第3个原因，肥胖，就是我的子宫这边太胖了，荷尔蒙太多了，它就乱长一通，然后才长出了癌前病变。所以这个病是我应该要减肥，我那边才不会有太多的荷尔蒙。然而这个病我现在每一天吃的药，你知道那个药呢，它其实原本是给谁吃的呢？厌食症患者大家贪吃药，所以我那时候甚至很好笑，医生在跟我说，这个药的副作用是会想要一直吃东西的时候，我说医生，那还是我同时间打猛箭了，看看我刚刚正在这样想，矛与盾的对决，看是你抑制食欲强，还是你增加食欲强？可以这样子吗？没有啦，医生当然都不建议啦，就是没有，就是不要去增加一个变数。Okay. 他们没有完全的说是2个东西互斥，但就是算了，我们还是认真的想办法自己减肥。但就是这个病现在副作用就是会变胖，的确，我真的变得好容易饿。
然后再加上现在小花是孕期的前面，你知道他们就是想吃很多东西，但点来之后又不想吃了，就会变成你在吃，我又会乐于接受，反正你也饿嘛，蒙加。所以要自己想办法。然后我们甚至现在每次去产检或是去找别人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才是看起来像怀孕的那个。然后现在不是都会说什么孕妇都会拍那种每个月肚子变化吗？对，我说还是我们就2个一起拍。我觉得可以耶，好好看这支影片。这支影片很好看。我在想我能不能够它变大我变小，但是我觉得我变小的难度比它变大困难太多了。你有在运动吗？有，我1个礼拜重训2次。重训不会瘦，你要有氧，你要有氧，重训只会越来越壮哦。好，你有发现我前一阵子变很壮吗？不会，你都很漂亮啊。我知道，漂亮是漂亮，壮是壮。我没有捍卫到。我觉得的确，你现在肩膀是略宽的，还是现在瘦下来了？我现在瘦下来，就要跟你说，是因为我伤害你。我最近是瘦下来了，没有错，还是很漂亮啦。就反正现在就会变胖嘛，然后但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如果一个快要接近癌症的人，然后他的副作用只有变胖，然后他还可以治愈，这真的，我会说真的，如果你真的看过那些在治疗的人，他们经过的身体上的那些痛苦跟折磨，这个真的已经是，如果他可以选择只要这样他就好，谁不要？他们都选要变胖，非死算了。我跟你讲，真的。对啊，所以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一整件事情是幸运的。除了幸运是，首先我们因为要生小孩，所以提早发现这个病，可以治愈，很简单。再来，第二个幸运是，我觉得我们身为自媒体，我们有那个能力把这件事情告诉很多人。你知道我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就赶快写了一篇文章放到脸书上，哇，235万触及。然后媒体也有报啊，给你放一个超不吉利的照片，而且是你那个我看到以为你死了，超庄严的照片。我还没有看到标题，我一看到那个照片，我想，只是生病，还好。而且是你自己发的讣文，是不是？有可能是家人。真的有可能是这样，你想好完整哦。我拜托你把它放到精选。你有听到这一集的，你去敏迪的那个 Instagram、去看那个精选的那个照片。那哪一家媒体放那种照片，真的很像他出什么事，但完完全全不是那一回事啊！我其实真的就是、对啊，幸运的，然后而且重点是还可以生小孩。真的，还是可以生。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谢天谢地耶。但我就觉得蛮有趣，就是你其实是想生小孩的，我很想生，但过程真的会很煎熬。怎么说？哪一些部分？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是人工生殖，人工生殖就我刚说到的前期投入成本非常非常大，时间跟金钱都是。对，还有时间，所谓的时间窗口，就是因为我现在37，小花快40，我们去一次美国失败回来，你就要再等个几个月，你再去。你们总共去过几次了？目前才1次，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幸运，是1次，目前为止算是就顺利的。但我们不能说绝对成功，在接下来到40周之前，都还有各种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是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你知道，光是那个我们从美国植入后的每一天到回来每2天产检，小花每一次都好害怕，她很害怕我们这一次去了超音波没有得到东西，他很害怕血检出来数值不理想，就是那个害怕。我觉得最大的心情会是自责。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不孕是女生的问题，其实不能这么说。一个女生能不能怀孕，她首先第一，如果是自然产的夫妇的话，首先是卵子够不够多，再来子宫好不好。所以我就是那个卵子很棒，但我子宫不好嘛。然后再来精子有没有问题，精卵结合有没有问题，跟做成胚胎怀进去，它没有着床，可能不是女生的问题，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不舒服，可能就是病毒感染，然后甚至是你知道到后面有一些人小朋友已经大概6、7个月大了哦，最后脐带绕颈，那个是小朋友自己在里面转，脐带就绕颈，然后最后就没有胎动，就胎停了。这是一件常见的事吗？我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在滑那个脆，然后其实就很多人跟我说，这个什么什么胎停，然后脐带绕颈什么的，你就会放大那一些恐惧。我觉得 Threads 是一个让人很焦虑的地方，对，真的。所以
我觉得也想要让大家知道，就包含到现在 Peggy 想要生小孩，就是她其实是无止境的担忧。然后我somehow有时候反而同意女伴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先天优势于单身女性，因为你没有任何人听你讲这件事情。对，就除非你家人完完全陪在你，可是你的家人会像另一半那样子24小时陪在你身边。对，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去，对，然后在你的身边，不管你现在经历到什么样子的心情，他是可以陪着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其实它是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对啊，这是。然后我也非常希望，现在如果在进行人工生殖的异性恋夫妇，就是男生一定要好好的接住女生的情绪，然后绝对要扛住外界这种长辈说啊不孕是不是你太太的问题，绝对不能这样子去让，因为女生在外界要怪她之前，她会先怪自己。我们就这样子，我自己就这样子，我已经是一个超级自我的人，超级觉得我就是一个全天下最棒的人了。但是当我发现看得出来，当我发现我的子宫内膜癌前病变的时候，我竟然会第一时间觉得我为什么有这么烂的子宫。所以真的不要再强加压力在女生身上了，女生会是一个会对自己先最严苛。你们要当妈妈需要做哪些准备？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些讨论，不管是姓氏啊，然后还有身体上的，还有哪些是你刚刚没有讲到的？首先，我觉得钱一定是个大问题。我都会这样形容哦。如果要做人工生殖，女伴侣，单身女性其实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意思嘛，也要出国嘛。很像什么？买房子要装潢，过来人的建议就是，你今天想要100万的装潢的时候，请你准备120万。因为总是会说啊，报预算，你要这个颜色，不好意思，这个颜色现在比较贵。那所以装潢里面，你是今天报预算了，你是可以砍掉某些项目的，你可以让它回到100万。可是请问在生小孩的过程之中，报预算了，你敢砍哪个项目吗？你敢砍基因检测吗？你敢砍产检吗？那些要用的药，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次回去，每一个礼拜回去都要付个7-8千块的药，因为小花她有一点点血栓的症状，所以如果不用那些药，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你的几率就会降低。所以生小孩就是你的预算绝对要比原本你估的还要再更高，因为在每一个环节你都不敢删，你不会想要今天遇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关卡，然后因为自己钱不够，你会非常的扼腕。所以我觉得，除非是真的经济无虞，或者是我们有女伴侣的朋友，那你知道，当我们的爸妈哈。假设我们是很早出柜的，我们爸妈都已经对于抱孙没有任何期望的，但突然间你跟他说，可以抱孙哦，很贵，你要不要赞助？我们就会冠名赞助。所以，除非你是家里长辈愿意帮忙出钱，50万、100万的，那我觉得当然就很棒。那如果是自己的话，你的经济没有那么的有余裕，但你又想要小孩，或许真的可以等台湾法律过了。就是舍掉那个可以看长得好不好看，可以看他的那个自传，听他的 audio， 那些你都可以不要了。你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孩，那么台湾我觉得大概我在想应该是20-30万就可以，顺利的话20-30万可能是可以有一台的。OK， 所以钱是我认为蛮关键的一个点，然后心情一定要保持得很好，这很难，这非常的难。今天我可以想象，我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你要我怎么保持心情愉悦，或者是那个再去试第二次，那个心情会更紧张。万一我第二次又失败怎么办？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不断的转念。就是每一次，像比如说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小花有一次突然的出血，那时候小花就我们是去听那种拼盘式的演唱会，然后演唱会结束了，晚上9点多，礼拜天晚上9点多，我们要准备回家的时候，而且我们那时候是高雄，还不是台北。小花上个厕所，然后那我们最后上个厕所要开车回家了，这样子。小花从厕所出来说：“我出血了。”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第一个瞬间，我讲不出话，然后我嘴唇是抖的。就很多吗？然后小花说很多。然后我又刚才必须要沉浸个2秒之后，我就说赶快传讯息给我们诊所。然后有没有拍照？有。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有意识，就是出血赶快拍下来。哦，真的，因为你发生的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有可能就没有做了。甚至是我们还看过小朋友大概在6周左右就整个流掉，那个流掉是会流在马桶上。然后我们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是，它是全自动马桶，
他就冲掉了。就是那个胎盘就冲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故事，然后所以小花那个时候甚至机灵到，他除了拍自己的那个护垫上的血，他还拍马桶底下，那就是说后来发现还好，就我们紧急挂急诊，但在那一天之后，哇，我们完完全全的不敢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是几周的事情啊？大概7周多左右，就是他照理来讲已经过了蛮大风险的那一段。但也还是有风险，对。然后当然对我们，尤其是花了大钱怀的小孩，你任何一点出险，你都会觉得更紧张。所以到后来，我甚至是我们申请不到台北市的什么好运专车，什么8000块，我自己当你的好运专车，我直接转账那个买那个 Uber 的礼券给他，直接说你以后不准搭捷运，你就是花钱坐计程车。对不起，什么是好运专车？就是台北市他们有那个就说什么，你如果怀孕是孕妇的话，你可以申请8000块搭计程车。我们不是台北市人，我们是新北，然后反正那个觉得申请也蛮麻烦的，我们就没有申请。但总之，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之中，那个情绪是非常满跟非常紧的，所以这个是一定会经历的。那所以保持心情的稳定。当我们看到心跳，看到宝宝现在是2头身，它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头跟身体一样大，他现在是长这个55升，55升，对，他现在是55升。看到了之后，你开始知道他已经看得到形状了吗？对，然后看到他小手手在挥了，心跳在跳了，而且我们产检他都还会起来动一下，这样跟你打招呼。当你看得到他的存在，他再也不是一个胚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我们这样子2个女性的，开始把心情放在相信这个小朋友，你不要把压力放在自己身上了。就是现在是这个小朋友也要一起努力，那我们相信他也很努力，他也想要来。真的，妈妈的心情会影响这个小孩的性格，性格应该会，心情也会，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如果你的身体僵硬，你的身体压力很大，就我们刚说到的，压力是有荷尔蒙会连接的，小朋友一定感受得到，所以另一半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无止境的正能量的跟他说没事啊，小朋友很赞的好不好？而且那时候甚至是我还没看到小朋友，还没看到他那个55升之前，你无从告诉他相信这个小朋友嘛。我只能说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台股大涨，我说不担心，来，就算我们这次不成功没事，那个台积电已经送我们一趟旅费了，下一趟的钱我已经赚到了，你不要紧张，你只能这样无止境的过度乐观的安慰他。所以女伴侣我甚至是异性恋夫妇或单身女性，在生产过程一定要找到那个情绪价值给满的另一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太难了，我还要主动，我要先知道他，先预判他的各种状态，很难。那没有关系，就做一个完全配合的人。就是他想说什么，好，没问题，我现在立刻去。好，没问题，我现在店没开，我明天去，就这样子。对。那你这样子要抓多久的时间去美国？你们是在台湾冻卵，然后把它运去美国？这个部分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因为你其中有一个选项是把它存在美国嘛。冻卵这件事情还有，但因为存在美国比较贵啊。当然第一是，但如果你今天你最终是希望你可以挑到 donor 的话，你最终还是得在美国做，因为台湾法律过了，你还是无法看到那个人啊。就有2种做法，第一个是台湾冻完之后付一个运输费，然后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氮气筒吧，帮你人 hand carry 哦，坐飞机哦，他就坐一个位置，然后就这样，我不知道他是坐一个，但他不会在货舱，他就是抱着，然后就坐到美国，然后把他送进去美国的实验室。那这是一个做法。另外做法怎么样？你人在台湾用药打针之后，你到美国去手术取出来。所以第2种叫所谓的鲜取，新鲜的鲜。对。为什么要做第2个？是因为你在台湾冻了之后，到美国你还要解冻。这个过程会有耗损，所以先取的优点就是耗损变少一段。你是自己搭飞机过去，所以你就少了那个要派人 hand carry， 那个是我记得应该$5000，在现在这个状态来讲。但是先取就有个缺点，就是一次，你怎么知道这一次多或少？在台湾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取最好的那一次，没有，你可以累积好几次你可以，然后甚至可以2个人集运，你知道神运。我跟我太太就这样2个人，因为他那一桶可以装很多啦，就是真的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取1次，然后我很多嘛，30几颗嘛，然后我太太取了4次，然后她就4次，全部我们2个人那么多次凑成一桶。我们记得我们应该是他总共13颗，我34颗，这样40几颗送到美国。
啊，马西狗千扣啊，那所以就这2个都可以。然后我们甚至是有朋友是，他们也是女伴侣，他们是2个人先去美国，2个人都先去，结果一个人蛮多的，他最后做出来胚胎是有这个完全全灭，然后他们2个回来台湾之后，全灭的那一个女生，她在台湾再积了4次，再送去，等于他们2边都做了。那当然钱就是要有冠名赞助了，要不然真的是一个人这样太累了。那你们实际需要在美国待的时间要多长？我跟你说，我们当然是因为多玩了一点，因为我希望让小花心情是，他不要觉得这一趟就只为了植入，所以我们还去看了道奇队啊、迪士尼什么的。我有一个朋友，她很扯，因为她是单身女性，这个你可以参考看看。她不想要影响她在台湾的工作，所以呢，礼拜3飞去，礼拜天回来吧。总之她在美国只待4天，好累哎，就是快闪。落地坐这样不错啦，时差都还没调回来就又回来了，也不用调时差。没错，那一个最大的问题，单身女性要记得，不要带行李箱，因为植入之后不可以提重物。哈，我们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单身女性去了，她带行李箱去，她扛重物，她流血，她必须在机场当场打针，安胎针。你要打针还是你要背包包就好？所以你们随时身上都要带着针，是不是？对，我们刚刚不是说高雄那一次的那个出血。最大的后悔就是我们没有带针，所以我们吓坏了，立刻去挂急诊，然后在急诊里面跟他说帮我们打针，然后我们才赶快回台北。但是我们非常懊恼，我们怎么会没有带到针？所以单身女性可不可以快闪去美国？当然可以，那你就要有强大的自己一个人去独旅的那个意志，然后万一出了任何事情，你就要立刻扎自己针，怎么样？还要不要？还是要，但我们就想办法吧。对啊，不然我找个朋友，对，我就是想说找个人陪我去，可以帮忙拿事。自己一个人去真的是蛮辛苦，但的确我们现在在思考我的第2胎要怎么去怀，我觉得就有可能会自己去。那你们找到那间诊所都是在台湾就都先联络好了？对，你连看 donor 这些资料都是在台湾都看好了？对，台湾是这样，就是你在台湾会有冻卵的诊所，然后在美国会有植入诊所，这2家对我们台湾人，就你知道台湾人服务的非常好嘛，你就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加个 line 啊，你们可不可以？你们沟通好，按我的资料，那个台湾的诊所你就可以给我传给那个美国诊所就好啦。因为我看不懂任何的美国文件啊，那太麻烦，还是升职文件哦。他说不行，因为病人的隐私。所以最终就是，当然还好是美国那边诊所，它有一个中文的窗口，台湾人，所以你就很方便的就联系。只是说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呢？美国诊所跟我说，我们现在要这个资料，我就截图直接传给台湾诊所说，我现在需要这个资料，顶多就做到截图。然后你刚刚说有没有什么代办机构什么的？基本上其实过程大部分都还是要你自己来，至少啦，美国跟台湾是我知道的，其他国家我不确定哈。这个台湾就是他们都知道各自需要什么文件，然后他会手把手的带你填，其实这样就好了。老实说，整个过程只要你挑的美国或他国的诊所有一个不错的台湾窗口，那基本上不太用担心。我觉得一切都是，就是最难的就是钱。那你找那个植入的诊所，是台湾的这个诊所有给你推荐几个让你去找，还是你自己再去查？就都有。老实说，女伴侣，你刚刚提到嘛，我们的同婚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所以其实早就已经有很多的人想要有小孩了。我们是算是就后面第2批了。那台湾也有一个叫同家会，大家可以去加入。那他们就会有很多不管是女伴侣还是男伴侣生养主家庭的相关的案例，那他们就会做很多的经验分享。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在各个不同的经验分享里面挑了美国有这几家，日本有那几家，然后台湾有哪几家，而且是我们跟自己体感的去试错。比如说你都咨询嘛，怎么这一间的这个咨询我不喜欢，那我就换另外一间。你自己体感的去尝试谁比较适合你之后，最后下来再决定。那我自己目前为止，我很庆幸我的台湾的诊所跟国外诊所，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这里应该可能就不要做工商，所以就如果有兴趣，大家其实偶尔的去我的节目上听，可能偶尔会听到，或者是我之后你可以私讯来问我，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觉得这2家很好。第2，我觉得人工生殖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最重要的是成功率。对。那以目前我感受起来，我挑的只花了钱之后的成功率真的有比较高一点。对，就是一个付钱就可以提高成功率的社会。那另外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你可以选择不回答。小孩生出来，你会想要做 DNA 检测吗？那个爸爸是谁吗？还是什么意思？妈妈是不是真的是你们？你有听过国外有做错过这件事吗？他把2个人的调过来了。哇，我没有
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哇，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状态。因为我的确这几天有在想一个最可怕的路的走向，就会是会不会买错精子爸爸不一定是你们当初选的那个，对，但这个不生出来不知道，但我没有意识到有可能妈妈不是你们。如果他长得极度的不像，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发现。好，发现之后可能就会做 DNA 检测。我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发现的就是他们长得太不像了，这不可能是我们的小孩。然后呢，就回去跟诊所反映，刚好另外一对 couple 也去说这一定不是我们的小孩，结果基因一验下去真的不是，是他把两边放错了。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当然是不小心的。然后呢，他们后来当然他们会说不小心，后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哇，我现在你首先这是一个极度几率极度小的状态嘛，然后你如果叫我现在想象会不会做基因检测，当然会。我们倾向于知道所有的事情，但知道之后会做什么决定？毕竟他是我太太怀胎10个月的小朋友，我会由他决定，就是你要不要 argue， 然后把小朋友换回来。而我觉得我太太，我不知道 ，maybe 有一半的可能性，她觉得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了。对，其实在确定要人工生殖之前，我们是不排除收养的。我第一个想要小孩的念头是来自于收养。那我甚至是先回去了问我妈说，妈，你觉得收养你会不会觉得很怪？因为我妈是我姑姑，某一种程度也算是非血缘的小朋友去收养，所以我就觉得收养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没差。但是后来去了解台湾的收养过程相对的麻烦，再加上女伴侣收养，我觉得可能还要再更加的多的审核什么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做人工生殖，那就人工生殖。所以如果今天真的发生出来的不是我们 DNA 的小朋友，我自己不会觉得我绝对要去把它换回来，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到这个状态。好，那最后我想问你嘛，当妈妈的心情怎么样？哇，很兴奋呢！我觉得你知道，我们你瞬间眼睛都是光真的。我跟你说，但我们不是那种看到心跳声就落泪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有纪录片团队在拍，所以之后影片会出来。就是第一次我们在6周的时候听到心跳声，然后那个心跳咚咚咚咚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哇，好酷有心跳。然后第二个反应是我对着小花肚子里面大喊说，里面的朋友尖叫声，神经病。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一切都好兴奋，然后你现在因为才10个礼拜嘛，你看不到肚子，你也看不到什么胎动。对我现在肚子还没有啊？还没有。小朋友也才3公分然后他的整个房间也才5到6公分，3公分就已经看得到手了。就这样子，就是5头身加一个小小的手是圆圆的还是看不清楚，但大概就是这样子。OK， 对。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才产检一次，对我来说，我要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不在我肚子里嘛，我要感受跟看到这个小朋友，我只能透过每一个礼拜产检的超音波。在我们现在录音当下，我今天晚上等一下就要去产检，然后我就会超级期待跟超级兴奋，然后我会在前一晚对着小花的肚子说，妹妹，明天我们说好了明天我们在看你的时候，你要记得挥手好可爱哦。对，然后他上次真的就是挥手了，他上次一开始照的时候他还在睡觉还是什么，就是没有动静，但是我们再照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挥手，是不是？就是当然我们很脑补，可是你就会觉得这个脑补是快乐的。对啊。然后接下来因为大家知道健保会给付每1个月会有一次产检，我就会觉得我怎么可以1个月才见我女儿1次？所以我跟小花说，我不管，我们之后自费去产检，我每个礼拜都要看她1次。产检一次要多少钱啊？还好几百块照个超音波，OK， 是不是很划算？就像每个礼拜去拍一张照一样。而且你买到的是心安，你会觉得很安心。对，所以现在我的心情就是大好，然后又吃的很多，所以吃的很多就会心情更好，根本爱捆。我觉得很有趣也跟所有想要生小孩的爸爸或者是另一半说，就是你会担心自己能不能照顾另一半。我现在说是有负责任的人啦，我也担心，因为我超不会照顾人的，所以我才要觉得第一胎是我怀，因为我就不用照顾人了，我就被照顾了，是他来照顾你。对，然后没想到当小花开始怀了，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哇，我像被鬼附身一样，我什么家事都揽起来做，我就是
自动模式，全部都做起来，然后做完之后觉得没事，我全部做完了，我可以开始跟我女儿讲话了。大家不用担心，你会做得很好的。整个人肾上腺素就会起来，你的生理本能就会起来。好啦，那谢谢你今天来分享这些故事。你干嘛笑？笑什么笑？我觉得你听起来好像不敢生了。就是我觉得要思考的东西比我本来想的多一些。真的哪些？比如说，你在讲要飞过去啊，然后要申请就是什么外交部要文件呐、他们会帮你啦。然后前面我觉得我还有一点在逃避，我根本就不敢去测我的那个到底蛋有多少颗。这有什么好逃避的？少就多吃一点呢、我跟你说，那只是开始。你一开始会觉得冻卵是一个好辛苦的事情，没有，到后来你就会知道冻卵是最简单的事情。然后这时候生出来一个那边忤逆你，就觉得那个雷西。不会啦，我知道你很想要小孩的，那个心不一样的。到时候再报来给你玩呢、你再试试看。好，然后我就跟你说，这长得不像你，没有啦，乱讲，呸，没事，乱讲，没事啦，故意闹你的。好啦，那希望我们的法规会越来越健全，然后准备好再生小孩，然后你们的小孩一定会非常的健康。到时候再给大家看。好哟，谢谢敏迪，谢谢，拜拜。拜拜。